我是蔡耀达，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柯南贝克街的亡灵。老叔，老板，所以他是把源代码放出去，然后自己登出这样。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部剧的问题。这部剧就要看这个，是不是？对。根据事先发布给媒体的书面资料呢，这个被昵称为“茧”的游戏，让玩家进入如裁剪般的胶囊中，在催眠状态下，与具备声音辨别系统的游戏一边进行对话，一边在虚拟世界中。我真的很想玩这种游戏耶。像一级玩家那一种。对，虚拟 VR。应该是连体感都有，对不对？对。他的50名高中以下的少男少女们，将成为日本第一批的茧体验者。想必他们就是今天被选上参加茧游戏的小孩吧？是个视听副总监的孙子，财经界大佬的孙子，是正当政治家的儿子。所以被选上的都是富二代。就跟诺亚方舟是一样的道理啊。对。伴随着这种世袭制度，人类的错误历史也将不断的重演。对。灰原，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告诉你，要听小孩。我还蛮喜欢灰原的设定哎。小兰，原子，嗨，男生们和女生们。哦，你说原子也是那个嘛？富二代啊。那你觉得跟原子出去约会，他会希望说要 AA 制吗？感觉原子会直接帮你全出。哦。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一生。哇，这句话20年前讲，现在也适用。以前更严重，好不好？你说贫富差距吗？以前阶级更难流动，那时候科举考试的发明是为了这个。一想到那些小孩就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成为日后的日本领导者，未来可真是令人。胶囊掌管着人的多种感觉，无论是触觉、疼痛或者气味，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完全无害。头外面，然后说用电去刺激大脑，然后不伤到神经，这是要一个精准控制。因为每个人他的那个头型不一样，所以他脑叶的位置是会有偏差。如果说要放一个那个通用的机器啊，然后去适合所有人电，然后要求到没事的话，这个是目前不可能啊。临床上目前用类似脑部电流的刺激方式啊，在治疗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些比较难治疗的忧郁，然后也有在研究拿来打电动，用 VR 头盔去刺激使用者的大脑，让他在游戏里面感受到从下巴然后到脚的一个触感，所以跟动画里面描述的是一样。但目前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头型不同，所以就意思是说他做得到，但是他的线圈啊要客制化。所以，他才让可说是自己分身的诺亚方舟透过电话线路放了出去，然后从公寓顶楼跳楼自杀。那是继承红树遗志的诺亚方舟所搞的鬼。我认为这是红树的魂魄对我所发出的呐喊。这就目前我们大家最怕的嘛。他出现自主意识就麻烦了。在那之前可以让我看一下吗？你说的那个诺亚方舟送来给你的 DNA 追踪器。所以他不在乎 AI， 他只会在乎那个 DNA 探查什么事。不过他也太轻易相信别人，他明显对他有敌意，他为什么要就这样转身？这就是超越时空会搬运到现代的伦敦的亡灵。跟上一集一样，要死前留讯息。上次是他是从脑部然后顿悟击伤嘛，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留死前讯息。那他这一次剧情里面是心脏穿刺伤，那这个心脏穿刺伤的死亡原因主要是心包填塞，还有失血性休克，就是我们血流然后流进心包腔，那压住心脏，让它没有办法舒张。或是他的那个心包被刺破，然后血整个往外流。心包填塞还没有严重到让心脏停下来之前，脑部它是会持续有血流供应，它是可以保持意识清醒。那再加上这时候那个肾上腺素它会瞬间大量分泌，所以被刺的人他其实不太能马上意识到那个是刀伤。那体感上它比较会偏向闷闷的，然后背后或是胸口它被压住，跟皮肤被划破那种锐利能清楚定位的那种刺痛感啊是不同的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死者他的确是有可能在死前留下他要传达的正确的讯息。有一些那个影视剧里面，他比如说从那个正面被穿刺，他会觉得就是很讶异，他怎么会看到自己那个被穿刺，然后才发现说他可能自己有这个问题，所以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的名字叫诺亚方舟。游戏已经无法停止，剑已经被我占据了。只需1年就能完成人类费时5年的成长人工智慧。没错，
是2年前被我当成亲生儿子般疼爱的红树他所完成的，所以现在应该跟红树是同年纪。他那时候设定说这样的1年他可以成长5年，已经设定很大胆，但是跟现在现实结果比低估了。不过我们现在虽然是处于催眠状态，却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竟然还可以随意走动。正好相反，别说是自由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都已经受到了电脑的控制。慧韵他讲完全正确，这种状态他是被彻底控制，而且因为是透过脑部那个电刺激，它所以随时是可以被破坏的。大家在这里面虽然听不到现实世界的声音，但是因为刚才大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所以我回答给大家听。看到你们这种模样，想必肮脏政治家的儿子只会成为肮脏的政治家，满脑子只想赚钱的医生的儿子，最后还是会变成那种医生。想要让日本变好的话，就是必须把这种联系一次清除干净才行。他这边讲的是一个阶级世袭啦，那的确有人做过实验。那在1989年圣诞夜啊，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他被处决，那外国记者走进他们的国立孤儿院，然后画面啊是非常令人震惊，有上万个婴儿一排一排，然后躺在铁床上，那没有人抱，然后没有人回应哭声。这个时候啊，美国还有英国的科学家他们就进来，随机挑了136个婴儿，他们做了一个环境还有命运的实验。他们随机把一半的婴儿分到寄养家庭，另外一半的婴儿留在孤儿院。那在8岁的时候去测智商，那发现留在孤儿院的里面，他智商平均74，进到寄养家庭里面的平均智商81。那他们还另外测了一群正常家庭，就是他们的亲生父母养他们，那从来没有进过孤儿院的对照组，智商的平均在109。那 MRI 显示啊，留在孤儿院的那一组，大脑灰质还有白质的体积在物理上明显比较小。这些小朋友在分组之前没有差别，差别在后来，就是有没有人在哭的时候去回应他，然后去抱他。那1937年有一个年仅24岁住在阿尔及尔贫民窟的年轻人，用2句话在当时就做出了预言：命运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四周。他就是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在20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缪。2400年前，战国一位姓长的女生带着她的儿子，早就做出了实践，就是孟母3000。开膛手不是一直跟那个是我在贫民窟捡到的流浪儿。他虽然是个被母亲丢弃、流浪街头的流浪儿，可是我一眼就感觉到他的才能。身为犯罪，他这设定是对的吗？就是开膛手杰克。不对，开膛手杰克，因为他是第一个被做罪犯侧写的一个人物。我们现在都会有看到一些资料，说什么他的杀人的技巧手段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剖的相关知识，然后后来发现说他根本没有，他就乱砍一通。这2指戒指可能就是被害者哈尼查理斯特跟开膛手杰克之间的亲子关系的象征。如果说从小时候就一直戴着同样尺寸的戒指，你想那根手指头会变成怎么样？我想在他10根手指里，那根手指头应该会特别细。这推论其实有问题啦，就是从小啊一直戴到大，然后那个戒指圈住的那一圈，它确实是有可能会变细，但是它不会说均匀的变细，因为那个如果戒指它长期勒住那一圈，它的那个血流会被掐断，那骨头还有组织缺血，它就慢慢坏死，坏死以后它的破骨细胞会把坏死的骨头分解掉，所以那一圈它会越来越凹陷，然后最后手指会从那边断掉。对，我小时候看这一段觉得哇，真的哎，那只真的特别细耶。你是开膛手杰克的子孙，对不对？开膛手杰克的子孙。红树他大概是透过 DNA 追踪系统得知了这件事，从短剑里检测出的哈尼查理斯特的 DNA 跟你的 DNA 一致。血液里面的那 DNA 它是会降解。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些 DNA 它会碎得很严重。那 DNA 分2种，第一种是我们细胞的那个 DNA， 它是可以拿来辨识身份，可是它很不耐放。那100年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作为检测依据。那另外一种是粒线体 DNA， 它比较耐放，但它不能拿来辨识身份，它只能判断母系血缘，也就是2个人的粒线体 DNA 如果相同的话，那有可能他们的母系血缘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它只能做排除法。它没有办法去精确锁定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血迹里面的粒线体 DNA 还在，跟这个刀上面这个老人他的 DNA 是相吻合的，代表说这个血迹的主人跟这个老人他可能有共同的母系祖先，不是说血迹是他的母亲或是直系先祖，很可能是远亲，很远很远很远，8竿子打不着关系的那种。
所以他因为这个结果杀人啊，他根本是耍白痴。例如说是那种被冰冻很久的，就是挖出一具很完整的尸体，那它的那个 DNA 是……你讲的那个很有趣，比如说像谢珍好了，他假设就被冰在里面，比如说10000年以后被发现，有一些他身上里面的那个真菌。它可能是保存下来的，可是像那个 DNA 它没有办法，所以它随着时间就是会降解。所以你觉得这个杀人动机就是生物没学好，他应该用诺亚方舟先去查一下网络上相关资料。我不能陪你跳。不会吧？所以小兰要跳下去。别这样，小兰！可恶！他知道是游戏这样。可能，我相信你。这种情况下，那小兰她跳下去的恐惧感，它会是真实的。相关的 VR 研究啊，有做过，就是说让人然后去站在虚拟的一个悬崖边，发现他心跳加速，然后手心冒汗啊，还有他压力荷尔蒙上升的一个反应，是真的跟站在悬崖边一样。所以目前就是 VR 它有拿来训练军人还有消防员，让他们在虚拟的环境反复让他们经历爆炸，然后还有进入火场的一个过程。那练到他的身体比较可以习惯那个压力还有恐惧。然后等到他真正临场，然后上场的时候，可以比较正确的一个反应，这个叫做压力接种训练。因为我希望，就算一次也好，我想跟朋友一起玩。我们该告别了。红树，你的心永远都会活在诺亚方舟里，对吧？我这种电脑，如果继续存在的话，只会被大人们利用，拿去做坏事。人工智慧这种东西。根本还不应该出现的。目前是没有办法把人的意识留下来啦，但是可以做到说把人的那个组织留下来，而且是可以不断复制。有一个叫海拉的女生啊，她因为那个子宫颈癌过世，那医生在她过世前把她的癌细胞拿去做研究，结果发现说她癌细胞它可以一直分裂不会死。因为正常细胞它大概分裂差不多40到60次会到达一个极限，它没有办法继续。可是海拉的那个癌细胞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端粒酶，它可以持续活化，然后让细胞可以一直分裂下去不会停。那这个细胞到今天都还在分裂，在它之前的那个简体细胞都养不活，它是第一个可以养活的。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细胞取名叫做海拉，包含那个小儿麻痹疫苗，然后癌症研究，还有体外受精，都是透过海拉细胞去研究的。海拉到目前大概过世80年，它的细胞到现在还活着。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最早是在大钟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在时针移动之前就察觉到，你是想要告诉我们大钟所显示的时间的意思，对吧？接着就是足球，那时候你说那颗球好脏，然后就丢到后面去。对一个足球少年而言，不可能对一颗100年前的足球不感到幸福。诺亚方舟打算断绝自己的生命。20年后，辉达崛阿美起。入睡吧，红树。那里面的红树啊，他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惜他自杀了。那创作出红树还有这部经典的是日本的传奇编剧野泽尚先生。贝克街的亡灵是他唯一参与的一部柯南，也是至今票选的最佳柯南。电影上映2年后，野泽尚选择离开了世界。当年他44岁。红树在片尾对柯南说：“我只是想跟朋友玩一次，而且我好羡慕你和你爸爸，即使分开，心也相通。”红树的成就达到了巅峰，成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让我们觉得愉悦，驱动我们前进。可是多巴胺会有耐受性，同样的成就，第2次带来的快乐就是会比较少。但是我们和父母、和小孩、和朋友，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连接，会在每次反复回馈后更加强化。在自杀研究里面，降低风险最强的因子，不是成就，不是财富，是连结。命运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四周。我们就是彼此的四周。野泽尚先生，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作品，希望你安详。你妈有帮你3000吗？4000了，对，所以不一定有用。那可以用它一直复制，然后再制作一个海拉出来吗？不行，不行，不是，它不是正常细胞。你贝克街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哦有，就我很羡慕富二代。你自己不是也算富二代？我哪有，你不算富二代啊？我不是。